哎，就我这么一个铁岭石油小公主，伦敦说唱小王叔，江湖 battle 小傲骨，婆媳矛盾小教母，敢问这么一个人物哈，这些年在江湖中到底犯没犯过虎，挨没挨过毒，有没有过自叹唏嘘的低谷？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曾经跟我学校同学商量好一起投身捍卫女权的行动，最后张彩玲临时掉链子了，用一把刮眉刀把自己刮成走狗的故事。这个事儿让我办的吧是相当不讲究了。我为什么就这么掉链子了呢？这个世界上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亚当受不了夏娃的苹果，嫦娥受不了生活的繁琐，吕布受不了美人的婀娜，黛玉受不了凋零的花朵，尔康受不了聒噪的金锁，彩玲受不了别人的拱火。这个事儿吧，就纯属是拱火拱出来的。我们学校呢，每年开一次学术报告的研讨会，就算是系里最隆重的一个事儿吧，大伙儿都郑重出席，完全系的人都到场。开完会以后呢，还有个酒会啥的。完那年这个大会之前呢，就我们系这几个就是比较愤怒、比较激动的女权主义者们，相当于时代的弄潮儿吧，他们算是就先张罗了一个小会。小会呢，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对女性的这个单方面要求做出抵抗。用白话说，他们的点就是啥呢？就凭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女性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需要化妆、需要穿高跟鞋、需要去毛，咱们就照做呢？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我当时就一被这么煽动，我火就上来了呢。离离原上草，就怕被火燎嘛。我当时也来劲儿了呢。哎，真的哎，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跟他干？完，他们就拟定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在下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女生都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也不去毛，上台。但是你不得突出强调你这个点嘛？所以就每个人还照常穿裙子，因为你要穿一身西服上去，别人也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对不？我当时那怒发冲冠的，让人拱火拱的。我说行，没问题，我现在开始我就不脱，我攒着，到时候梳俩辫出场。新时期新女性，毛发档期自己定。结果开会的头一天呢，我就有点怂了，就不让化妆、不穿高跟鞋的事儿吧，我还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恨铁不成钢的颜值啊，咱说实话，也不是说一管口红和一双高跟鞋就能救得过来的问题。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问题。那能用化妆品和高跟鞋解决的磕碜也不是真磕碜。这俩事儿行，我可以做到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但是这个穿裙子不脱毛的事儿，我想想就细思极恐。你说到时候我上台了，完事儿我做 PPT， 然后投影仪一打，我被投射在屏幕上的投影带一圈虚边儿，你说观众以为机器嘚瑟呢。完我就发短信问人家，我说这事儿还算数不？人家咋不算数呢？完我吧也是有一点江湖情怀的，觉得现在掉链子确实有点丢人。完我就硬头皮去了。我不姓张吗？就按姓的开头字母排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上台的。完，所以这一整天呢，我就看着一个个英雄好汉的上台了，我才明白哈，就为什么对于白人女性来讲，这个去毛这个事儿属于就是每日的核心流程呢？就他们的毛发性质跟咱是非常不一样。咱们东方人的汗毛特点呢是颜色较深、质硬稀疏，非常容易集中突破。他们的特点呢是虽然色儿浅，但是柔软细密，花团锦簇。总之吧，反正那天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乘云驾雾上去的。台上的他们是金毛的悟空，是散乱的肉松，还是夹着柳絮的春风？台下的彩铃是懦弱的躲避，是糊涂的看戏，还是远离这场宝毛的战役？反正几番轮回，几番纠结吧，我最后是彻底怂了，掉链子了，就快到我时候跑了。我跑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化妆品店，我本来想买的是一个就是女士剃毛刀，但是吧，你说你在厕所你啥别的没有，你汗剃它也不好剃呀。那你要不在厕所剃，你没有镜子，你在图书馆剃，你盲剃它也不好剃呀。最后我买了一个刮眉刀，这个刮眉刀虽然效果拙劣，虽然多处冒血，刮没了约定，割断了气节。我是怂包，风不解，拱完火后自己瘪。你们想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儿，这江大姑爷第一次遇着中国老丈人是咋翻车的不？今天给你们讲讲吧。顺便说一句，爸呀，当初难为你了，谢谢你的体谅啊！父亲节快到了，祝你父亲节快乐。那时候哈，就我跟我老公才认识不几个月，就是脚还没当面抠呢，话也没直接说呢。然后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厦门看看我，第二天就到。我说行，我去机场接你去。然后第二天我跟我老公中午吃完饭，我就说的那行了，我走了啊，我去机场接我爸去。完他说的啊，你爸来了，那我跟你一块去接他去呗。我说不用，你也挺忙的，你这个休息休息吧。他说我不忙，我老闲了，我跟你一块去吧。然后公交卡一拿就跟我走。我当时寻思不行啊，我还没跟我爸说我处对象的事儿呢。完他就急头白脸一定要跟我去。
最后整的我没招了，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就我吧还没准备好让你跟我爸妈见面呢。你说将来啥情况也不知道，万一是个无言的结局，多浪费感情啊！完他没听明白，浪费谁感情？为啥浪费感情？我也不跟你爸处对象。我一看似乎有话可以套，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意思你经常往家带女朋友呗？就是你给你妈见几个了？完他说的，哎呀妈，那可见老了，从小学的王瑞秋到大学的陈露西，有时候是女朋友，有时候就纯属来跟我打游戏的。我说那你妈啥反应啊？我妈就是看着她冰箱里那点东西，就只要她冰箱里吃的别让人吃了就行。有一次有个女生吃了她一块蛋糕，我妈让我管人要钱，我说那你咋办的呀？我带她私奔了。那个时候，那年少懵懂的我，居然觉得我老公定是说笑了。之后数年，被婆婆要钱的我，方才明白我老公已经瞒报了。完事我就听明白了，就是外国人呢，就是往家领男朋友女朋友这事儿，这个传统跟咱不太一样。可能有时候你往家领个谁，你爹妈都不一定问。但是我不行啊，我没处过对象，完事我也没跟我爸见过谁，所以我想来想去，一狠心高低不能带他，然后我就上车了，给他扔道边了。我在车窗往外看他那样，偏跟吊掌的凉鞋在汗脚中爆浆，海市蜃楼的发量在骄阳下穿帮。我当时瞅他那样，我瞅他也挺可怜的，我心一软，我就上来吧。完他是乐颠的，像大白号似的就窜上来了。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悲壮，我就想给我爸发短信，我就想告诉他，让他有点心理准备，就是一会儿接你的还有个大白号的。但是我爸在飞机上呢，接不着啊。然后俺俩这边呢堵车，赶上我爸人那边呢还顺风，俺俩到时候让我爸已经着陆了，正往出走呢，就时间很紧张。我这一没有时间跟我老公解释应该叫啥，应该说啥。完我老公这人呢，他虽然心眼不是很全，这时候也搁这琢磨呢，一会儿我应该说啥呢？我估计他当时那思路吧，就跟他学呗，他说啥我说啥。然后我爸就从远处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迎上去了。我这个东北口音有多重吧，你们也都见识了。就是如果在异乡思家亲，听听彩铃东北人嘛，对不？我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跟我爸打的招呼，我说到了爸。我爸也挺想我的，刚过来想要抱抱我，这时候旁边噌家窜出一只大白耗子，也整一个到老爸，到老爸。如果我当时说的是到了呀爸爸，就我老公的汉语再不好，他也能大致听明白啥意思，他也不至于学。这我一到了爸，他还以为我叫名呢，一着急嘎家也跟着来一句到了爸，整的我爸名叫到老爸，你说听着像拖拉机名似的，给我爸吓一激灵。心寻就这年头，沿海城市的外国友人都这么客气吗？我爸就愣着了，给我整的我没招，我说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处了个对象，他叫啥啥啥。给我爸整的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彻底蒙圈了。然后就一块往出走嘛，我爸手里拎个行李箱，我就一顿给我老公使眼色的，就赶紧帮拎，赶紧帮拎。我老公也没看明白。结果快上车的时候，你这行李箱不得放后备箱里头吗？我就一把把那行李箱抢过来，就假装说的你要帮他放，你自己说呗。结果我这大胖媳妇这时候汉语变异了，好上了，一点不配合，清澈响亮的问我干什么？给我尬的呀！我说爸，你先上车吧。然后俺俩上后备箱时，我就问他你咋的？你不懂得给我爸拎行李啊？结果人说的我看大老爸挺年轻的，你这上来就给人当老头带，我寻思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